大家好，来到了这边三亚湾海滩，我们来这转一转。这儿停车特别紧张，好多车位都没了。看，到处都是车，你看，都是车。这路边上，这一溜，然后这边呢又一溜，中间这儿有一个过道，我们把车停这边上。虽然说停的不是车位吧，但是也没有办法了，因为这边海滩都停满了车。这是一个婚纱摄影服务中心，好多电动车在这停着，好多人在这边拍照，挺不错的。前面就是海滩了。听说这两天马上这个台风所影响的这个恶劣天气又到了，说是要下暴雨。好多这边这个拍婚纱照的，很多新人都在这边拍婚纱照，像他们正在拍。这边，这一边，看到了吗？看到了吗？什么的？他们正在拍。这儿有一些建筑物挺好的，风车、花、草坪，不错。然后这儿有沙滩上有好多人在这玩。这儿沙子倒是挺细，沙子倒是挺细的。行，现在阳光已经不是特别晒了，倒是挺舒服的。不行吗？我要脱鞋，这么细的沙子不踩踩吗？再问一下，我要脱鞋。你在这待多久？待挺久的。如果明天这边天气还是不错的话，可以在这搭个帐篷。不知道这让搭不让搭，感觉应该可以搭吧。这儿拍婚纱照的新人不少，那他们这应该是在拍这个写真，不是在卖花的，这好多新人在拍婚纱照。然后这是远处的。现在还有直升飞机，方便吗？这儿人在那儿看，好多人，景色很好。海边。这个海景，不知道能不能捡到传说中的宝藏——大鲨鱼。哦，你看，哦，它跑了，你看见没有？这个应该是寄居蟹。这个是个蟹吗？这里面应该住着一个小螃蟹，这应该是寄居蟹。哦，我说这蜗牛怎么这样跑呀？笑死我了。还有那个贝壳蜗牛里边住着小螃蟹，寄居蟹。叫寄居蟹啊。啊，这个也是，这也是寄居蟹，这也是寄居蟹。这个也是，这个里边也会跑的很多。小寄居蟹里边也会寄居小螃蟹。那弄回去了是不是？
看这边这有一个，这个刚在这跑呢，我一来它缩进去了。看，啊，看见了。小螃蟹，这边小螃蟹。拔出来了。等会。拔了就死了。啊？它不是寄居到里边吗？它都现在是合为一体了啊。对。这个海螺应该也是。这个。没事，它不咬。不是，它这个腿在那呱呱，而且个大，主要是它个太大了。个大。水很清。这儿有好多这种寄居蟹，在里面爬来爬去。又一只。啊？又一只。小寄居蟹。啊。再玩吧。啊？今天中午的时候过来玩。玩吧。我说给你拿上你。这个好看。过来个水以后，看脚陷下去了，过来吧。中午还热，正好可以下水。过来不过来？看情况吧。这个长。这里啊。这里湖。这个湖这里啊。这么多，那不能直接拿。那个在跑。拿回去。这海螺多好看，寄居蟹。这脚上有一个，扣住了。你拿这个，把这个拿起来，这个是吧？对，拿起来给我。这是蜗牛，纯正的蜗牛。这不是小螃蟹吗？还有螃蟹脚呢。是吗？看没有？这是螃蟹腿、螃蟹脚。这是螃蟹啊！就是啊。小螃蟹。白加黑，来吧，一打，白加黑。拿我这个出来。这边有一个渔民要出船了，他要出海了。他们把船从这儿拖过来，然后拉到海里面。我去问一下，大哥，这一艘船多少钱呀？大哥有点忙，应该是要出海打鱼。今天的海浪不小，哎，多美的景色，多漂亮，很多拍婚纱照的。这儿的确是，今天这个天气的确是不错。今天你看，这边刚才那边还有好多就是那种夕阳的那种光，洒下来特别漂亮，特别美。拍下来这个人感觉就是那种夕阳照着的，洒下金光那种漂亮的感觉。漂亮吧？其实这种生活就非常让人感觉到轻松愉悦，在生活闲暇之余可以出来看看风景，逛一逛沙滩啊，逛一逛沙滩，
然后看一看这边的海呀、鱼呀等等这一类的，就显得特别的轻松惬意。你看他们正在拍着，很多新人在这里面拍会员照，挺好的。回头我也骑上我的小电车，在这沙滩上走走。其实旅行和度假还是有很大差别的。旅行呢，它就是看看风景，一边行走一边看。度假呢，它其实就真正的享受，体会、体悟、感受这个假期，感受这些风景带来的这些美好的回忆和印象。我在看到这个度假和旅行差别的时候，我其实也有一些，一开始有一些不是特别的明白，但是后来真正的感受到这个度假和旅行的方式的时候，就能感受到它的差异了。旅行和度假还是有很大差别的。现在夕阳更美了，看远处的夕阳，像一轮黄黄的大烧饼，特别漂亮。哎呀，这肚中没有墨水，这说不出什么好话来啊！这读书太少了，有的时候就是用到词的时候，就瞬间脑子里面一片空白，就想不到要用什么词了。这用不到的时候，满嘴都能。这个满腹经纶的在那说，哎呀，好尴尬。很漂亮吗？哎呀，我们本来想去第一农贸市场转一转，买点海鲜，但是转了一大圈没有找到车位。好多都是那些饭店里面揽客的那些人，他们说能提供车位，但是得吃饭。我们不想在他们这儿吃饭。这个从网上查到的攻略，在这边吃饭，那不被宰是不可能的。转了一大圈，我发现三亚这边不论是小吃街也好，还是这个农贸市场呀，或者海鲜市场，都是挺没意思、挺没劲的。作为一个海滨城市，他们这个海鲜物品，我觉得肯定没在那个地方。你像现在这些小吃街，他们应该都是那种快产快消类型的，肯定不会说特别特别的好吃，就是那种应付式的，有的那还不新鲜。哎，你看三亚这些人。节奏什么样的？个都是风风火火的，而且这小吃街看着就挺没人气儿，商业气息太严重了。也不知道是天涯区的问题，还是整个三亚的都是这样的问题。在它大街上没有一点这个风土人情的味道，都是浓重的商业味道，感觉很没劲。在他这儿花钱吧，花的有一种就是并不是特别踏实和安心的。在这边逛街，总有种被宰的感觉，总感觉这边的人宰你点什么东西，他们就不会放过你，哪怕你停个车都会让你先吃饭先消费。就正常的吃饭消费也可以，但是他们这边怎么说呢，吃的也不怎么样，假的还挺多，消费还挺，就相对来说，就是有种让人感觉特别被骗的感觉，挺不舒服。就转转吧。我们前段时间是在这个海口那边，感觉他们那边那个澄迈线还可以，但是在三亚这边，我觉得也得往边上走走，不应该在它市里，也得去周边的这些郊县
可能在那边才能感受到真正的人文风情，本土的这些文化，还有一些海鲜呀。改天吧，改天我们去那边转一下，买点海鲜，看能不能这个赚到好东西。这边实在是不行。你们知道这个是什么树吗？特别香。我来这边住了好几天，我一直在找这种香味。每到晚上，他们这儿就有这种香味。我一直以为是他们因为信伊斯兰教嘛，可能是伊斯兰教里面又会涂抹一些东西啊，或者是焚烧一些东西啊，什么什么的。但是我总是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后来我问我老婆，我老婆说这是夜来香的味道。我不知道是不是夜来香的味道，但是它很香，挺香，特别香，像是夜来香的味道。这边人的交通工具主要是这种三轮车，这种三轮车出行又比较方便一些。它通行无阻，像在这么窄的巷子里面骑三轮车就会比较畅通一点。它骑三轮车就可以在这里面来回穿梭，然后不用堵车，也不用让车位。如果开车的话，可能就需要找车位呀，需要堵车、会车什么的。我也有一个电车，但是我一般不骑，因为我那是便携式的代步小工具、小电车，一般不怎么用，只是偶尔出去的时候才会使用。啊，到家了，忙了一整天，我休息休息了。